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的伟大革命先行者。一张脸被2个彼此敌对的政权同时供奉在墙上，这在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几乎是独一份的奇景。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这位被奉为国父的先生一生中至少4次明确表态，愿意把整个中国东北送给日本，从1900年到1922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以满洲、蒙古、海南岛乃至福建沿海的开发权当作筹码，向日本、向美国、向苏联去换取枪械、金钱与军队。你会不会怀疑自己过去在课本里学到的那个革命家到底是哪一个人？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这位高喊三民主义的革命家，在中国第一次真正有可能走向议会民主的时候，竟然亲手把这条路给堵死了。他在2次革命中力主动武，把刚刚建立起来的代议制体系推进了长达30多年的军阀混战。他在护法战争时自任非常大总统，用炮弹轰击不肯臣服他的广州市区。他在中华革命党章程里要求所有党员按指印发誓效忠他孙中山一人，把入党先后当成未来享受政治权利的等级依据。最后，他甚至接纳了当年他最不可能容忍的对手苏联的列宁主义，把整个国民党改造成列宁式政党，顺手就把中国共产党这个未来反过来吃掉自己的怪物，亲手孵化在了国民党的怀里。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叫他国父。他死后，他的继承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硬生生把他抬上了神坛，从此这个神坛就再也下不来了。那他究竟是怎么当上国父的呢？他又是怎么一步步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让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炯明这些昔日战友最终全部与他决裂的孤独偏执狂？他那执念到疯狂的大一统思想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后果？今天我们就翻开那些被神话遮盖了100多年的档案，看看这场悲剧是如何一步步上演的。故事要从1894年讲起。那一年28岁的孙文还叫孙文，不叫孙中山。他从广东一路北上，跑到了天津，怀里揣着一份亲笔写的万言书，想要见当朝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谋求一官半职。他在信里诚恳地说，自己有富国强兵的良策，希望朝廷予以重用。各位请仔细想想，这时候的孙文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家，他甚至连推翻清廷的念头都没有，他只是一个想要当清朝官员的广东青年，一个对体制充满渴望的年轻人。然而李鸿章太忙了，根本没有理会他。这次拒绝，后来几乎所有的官方传记都会轻轻带过。但如果你深入想一下，这恐怕才是整个故事真正的起点。一个求官未遂的青年愤而出海，跑到夏威夷檀香山，在当年11月成立了兴中会，从此走上了革命这条不归路。从这个起点开始，孙中山就被一个巨大的悖论纠缠一生。他要在中国发动革命，可他自己没有钱，没有兵，也没有任何在中国本土的根基。要起义，总得买枪买炮，得发军饷，从哪里来？只能向外国要。他从1895年起就开始周游列国，找钱，找日本，找英国，找法国，找美国，最后找到了苏联。在这个过程里，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抵押，唯一能拿出来的就只有未来中国的领土和资源。于是从1898年第一次跟日本黑龙会的成员内田良平接触开始，孙中山的口袋里就一直装着一张可以反复出让的牌，那就是满洲。我们先回到1896年，那一年发生的伦敦蒙难记几乎可以说是孙中山国际声望的起点。他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流亡海外，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使馆认出，并抓进使馆要押解回国。后来在他的老师康德黎医生奔走呼吁下，英国舆论大哗，清廷不得不放人。这件事被孙中山自己写成《伦敦被难记》，在西方广为流传。从此他变成了一个被西方媒体认可的中国革命家。可是仔细看历史档案就会发现，这场蒙难最关键的部分并不是孙中山自己有多英勇，而是西方舆论的偶然介入。没有康德黎，没有泰晤士报，孙中山可能就直接被押回广州砍头了。可孙中山很会利用这次危机，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全世界关注的革命象征。
从这时起，他就掌握了一个本领，就是把每一次失败都包装成下一次募款的起点。接下来的16年里，孙中山在中国境内一共发动了10次起义，从1895年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惠州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到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10次起义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伴随着大量年轻革命党人的牺牲。黄花岗72烈士的故事大家都听过，那些年轻人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可是真正在前线指挥这些起义的几乎都是黄兴，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做的是什么呢？他主要在海外华侨界募款，从檀香山、旧金山、纽约到横滨、新加坡、吉隆坡，他用一场又一场的演讲，把华侨卖豆腐卖咖啡攒下的辛苦钱募集到自己的革命基金里。可惜这些钱经常被花在枪械采购的中间人骗局上，比如菲律宾独立军的弹药案，孙中山被中村弥六这个日本中间人骗走了大量资金。10次起义，10次失败，到了1911年初，党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投票。宋教仁和章太炎甚至公开反对孙中山在日本购买军火的决定，史称第一次倒孙风潮。如果不是同年10月武昌起义意外成功，孙中山的革命家身份恐怕早就破产了。东北是满清皇室的龙兴之地，是满族人的老家。对于早年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而言，把满洲送给谁，似乎都跟汉人没什么关系。1898年，他第一次对日本朋友表态，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西与日本，当亦无不可。听听这话的口气，是不是有一种倒手二手车的感觉？而对面坐着的内田良平是谁？这位是日本黑龙会的核心人物，后来成为黑龙会的会主。所谓黑龙会，就是以日本独吞黑龙江流域、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为宗旨的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的名字就直接来自他们对黑龙江的觊觎，一个立志要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极右派组织，跟一个愿意拿东北来换取革命援助的中国革命家，就这样一拍即合。1905年7月30日，那个在历史课本中被反复强调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会厅3番内田良平的家里正式宣告成立。请各位记住这个地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家，这是日本黑龙会的会所。在这个会所里，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张炳麟陶成章的光复会，3大革命组织合而为一。同盟会成立当天，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中国的革命组织就这样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深度绑定。这段历史在后来的国民党党史中被轻轻一笔带过，但它真实的存在于日本警方的监视档案、外务省的记录之中。接下来的故事更为惊悚，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即便是这个时刻，他对日本朋友说的依然是这样的话：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换句话说，东北已经暗中许出去了。同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之前，孙中山与黄兴透过森克这位日本商人代表，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新山县友朋秘密商谈，希望日本提供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援助作为交换，承诺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给日本。这份档案后来被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了出来，铁证如山。到了1914年，孙中山已经因为2次革命失败而逃亡日本，这时的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了，但卖国的牌他还在继续打。5月11日，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这封信后来被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不堪的文献之一。信中孙中山说，中国对日本的价值就如同印度对英国，可以是日本的大市场。他承诺，如果他能执政，将开放中国全国市场给日本，让日本工商业在中国境内取得独占地位，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也免税。
他甚至承诺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全部都可以仰赖日本的帮助。这已经不是卖地了，这是把整个国家卖身为日本的2级保护国。可大威崇信是何等老辣的政客，他一眼就看穿了孙中山这时根本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连欠的旧债都还没还，怎么可能执行这些承诺呢？大威于是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这封信，但是他却把信里的条件收进了自己的抽屉。第2年，也就是1915年1月，大威崇信内阁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21条。如果各位仔细对比，会发现21条的核心内容跟孙中山1914年5月信里所承诺的条件高度重合，几乎可以说孙中山的密函就是日本对中国提出21条的蓝图之一。袁世凯当时叛命周旋，尽力守住底线，没签完整版本，虽然最后还是被骂成卖国贼，但真正起草条件雏形的那个人根本不在北京。故事还没完，1915年2月，孙中山又透过自己的革命同志陈其美与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章造签订了一份所谓的中日盟约。这份盟约的真实性虽然学界至今仍有争论，但日本警方的监视档案中清楚记载，签约当日山田纯三郎到了孙中山的住宅，山田打电话叫陈其美带印件立即赶来，陈果然奉命前来。中华革命党的王统一也来到了孙家。后来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里还留有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盟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比起21条，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给予日本人在中国的布教权，许诺日本可以在武昌、九江、南昌等地建造铁路，福建路矿先向日本协议借款等等。更荒唐的是，当盟约被披露之后，孙中山一方面命令党务部发通告替自己辩护，说同盟会是秘密组织，对于国际交涉未可立言；另一方面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信誓旦旦地说，余故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未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于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可是4天之后，他就把写给日本外务省小池章造的那封卖国信件发了出去，一张嘴2副面孔，把美国华侨当傻子，把日本当金主。这就是当时这位革命家的真实姿态。到了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永作密谈，再次重申希望日本至少派出3个师团的预备役将兵和武器支援中国革命军，作为交换，中国新政府可以把东北3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给日本。他甚至为这个出让政策还精心包装了一套说辞。他说，日本人口逐年增多，东北3省的辽阔原野适合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富有重要资源，日本主目司土，乃当然之国策。各位听听，这简直就是替日本侵略东北写的软文案。如果各位以为这就完了，那真是想得太简单。1922年2月，已经回到广州自称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给自己的军队换取武器，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这次他出让的是海南岛及广东沿海所有岛屿的开发权，把整个厦门以南到海南岛的渔业权全部交给这家日本公司专利包办，并且同意这家公司对广西林矿有优先权。政府要指派1/3的委员名额给日本人，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日本人担任。这个密约一公开，海南岛本地民众立刻就发起了大规模抗议。从1898年到1923年，整整25年，孙中山总共向日本求援超过10次，谈判对象包括日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每一次他几乎都要把中国的领土或主权当成筹码。而从1910年3月开始，他同样把满洲的矿藏租借地许诺给美国的辛迪加投资集团，换取350万元的革命经费。到了1921年，他又跟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签订密约，所有由香克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纯利的1/3，连同采购回扣的25%，全部归这位美国商人所有。直到1923年确定了联俄政策，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之后，孙中山才终于放下了出让满蒙的那张牌。那他这是个卖国贼吗？也不能这么简单地下结论。孙中山自己对日本朋友还有这样的辩解，他说，
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可问题是，他口里说着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手上又一份份签下不惜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密约。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正好暴露了他思想深处最危险的东西。在他看来，只要能让他这个民党，他这个革命家掌握中央政权，实现他所谓的大一统，任何代价都可以接受。土地可以暂时让，主权可以暂时牺牲，老百姓可以再等。他相信自己一旦掌权，就可以重新拿回一切。可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世上从来没有暂时的让步，凡是让出去的东西，要拿回来都得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而真正让孙中山被推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子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人在哪里？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正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准备启程去堪萨斯。他是从当地的英文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消息的。整个武昌起义跟孙中山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发动起义的是湖北本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主要领导人是孙武、蒋义武等人，连那位被推出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事先都是个跟革命毫无瓜葛的满清新军血统，是被革命党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逼着当上都督的。整个过程其实很滑稽。共进会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机关里，因为把玩自制炸弹不小心引爆，俄租界警方破获机关，搜出了一份革命党名单。当时驻扎武昌的新军士兵看到名单已经泄露，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连夜密商，被逼着只好硬着头皮在10月10日晚上发动兵变。结果这场兵变竟然意外成功，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当时的革命党高层干部几乎全部都不在现场，文学社的总指挥蒋义武已经逃跑，共进会的总指挥孙武在爆炸中受伤躲在医院。发动兵变的核心成员熊秉坤等人根本不是顶级干部，纯粹是普通士兵。一场由小人物无心插柳推动的起义，意外点燃了全中国的反清革命。这件事的真正主导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远在丹佛吃晚餐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欧美耽搁了2个多月，直到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当他回国的时候，全国17省已经宣布独立，南北议和正在进行中。他能被推为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省代表需要一个有国际声望又没有地方派系背景的象征人物。同盟会在武昌起义中并非主导，黄兴当时在前线指挥，宋教仁在组织政府架构，但唯独孙中山有国际知名度，有国父的气场，所以这个总统的位子，与其说是他打下来的，不如说是各方妥协塞给他的。当时最有实力竞争这个位子的，其实是黎元洪。他人在武昌，握有实际的军队，可是黎元洪毕竟是满清旧军官出身，名声不够革命，于是各省代表决定还是把这个象征性的位子给孙中山。孙中山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也含糊承认，这个总统职位他是接得有些勉强的。果然，刚刚当上1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被迫让位了。袁世凯手里握着北洋6镇的20多万精兵，南方革命党手里只有一群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袁世凯？于是谈判的结果是，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任，但前提是袁世凯必须接受共和体制。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和平的权力转移，是亚洲第1个共和国的诞生。可孙中山心里的不甘已经种下，他始终觉得是袁世凯抢走了自己的位子，从此他要夺回来。各位请仔细想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在后来的国民党党史中，袁世凯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一个篡夺革命果实的旧官僚。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袁世凯在清末曾经主持小站练兵，建立了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新军。他在北洋大臣任上推动了中国第1次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包括建立警察制度、废除科举、发展工商业。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正是他主导了清帝的和平退位，避免了中国陷入更大的战乱。从专业政治家的角度看，袁世凯的能力、治国经验、行政效率远远超过孙中山。
所以当时各省代表选择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革命果实被窃取，而是一次相当理性的政治选择。袁世凯后来确实走错了路，他不该称帝，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错误。可即便如此，把袁世凯跟孙中山放在一起比较，到底谁才是真正想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国家道路的人？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个民主宪政如何被亲手扼杀的悲剧。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本同盟会这个秘密革命组织并不适合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于是宋教仁出面，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等政团合并，在1912年8月组成了国民党。宋教仁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史上少有的天才，他30岁，年轻英俊，学识渊博，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法政专家，深信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才是中国的出路。他要做的就是把革命党从一个地下秘密团体改造成一个公开合法的议会大党，透过选举执政，组织责任内阁，从而把袁世凯这个总统职位虚军化，逼他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1913年初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大选，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按照内阁制的逻辑，宋教仁将以国会第一大党党魁的身份组织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会被架空成一个虚位元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宪政民主真正落地的最关键时刻。可是就在这一刻，悲剧发生了。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赴任的时候，被人从背后开枪刺杀，2天后不治身亡，年仅31岁。宋教仁是谁杀的呢？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很清楚，枪手伍世英是上海青帮，幕后牵涉到殷奎成，殷奎成往上又牵到时任内务部秘书洪树祖，洪树祖再往上似乎指向了总理赵秉钧，甚至袁世凯本人。可100年来不断有历史学者深挖档案，发现整件事情其实远比表面复杂。当天为宋教仁送行，理论上负责保护的人里，竟然有跟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等人。而陈其美是谁？陈其美是孙中山在革命党内最重要的心腹之一，是青帮大佬。他的手下有一个年轻人叫蒋介石。陈其美后来在民国2年到5年间亲自策划过至少5次重大政治暗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首任陶成章。宋教仁的政治路线本来就和孙中山格格不入，宋教仁主张的是议会制民主，是政党轮替，是把革命家转型为现代政治家，而这恰恰是孙中山最不能接受的。在孙中山的想象里，革命就要由革命家来主导，党魁就应该凌驾于议会之上。宋教仁要建立的责任内阁，等于把孙中山这个同盟会出身的领袖彻底边缘化。历史学者袁伟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孙中山不顾广泛的民意和党内黄兴等人遵循法律途径解决的意见，发动所谓2次革命，使中国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随着暴力革命的爆发而毁于一旦。无论宋教仁案的最终真凶是谁，孙中山在这件事上的反应已经足够令人寒心。他人在日本，案发后立刻中断访问返国，召开紧急会议，一口咬定就是袁世凯下的毒手，必须立即起兵讨袁。可此时宋案的证据仍在司法调查之中，黄兴等大多数国民党领袖都认为应该透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应该破坏刚刚建立的临时约法。黄兴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有国会，有约法，有独立的司法，为什么不走法律？孙中山的回答是非用武力不可。宋教仁死前留下了最后的政治遗嘱，他恳请黄兴继承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推动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第一个由民意授权的议会即将开幕。可是这个本来该由他担任总理组阁的议会，就在他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同一刻被宣告破产了。后来历史学者杨天石教授仔细研究宋教仁案的全部档案，得出一个令人心寒的结论。他指出，宋教仁被杀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并不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当时刚刚任用宋教仁的好友赵秉钧为总理，与宋教仁正在进行政治合作。真正的最大政治受益者是孙中山本人。
因为宋教仁一死，国民党内部以议会路线为主的温和派立刻群龙无首，黄兴孤掌难鸣，孙中山就可以重新夺回国民党的主导权，把这个刚刚走上宪政轨道的政党重新拉回他熟悉的暴力革命路线。更值得深思的是，孙中山对宋教仁案的态度跟他后来对所有历史事件的态度高度一致，任何不符合他大一统暴力革命路线的势力，他都会用最快的速度抹杀，包括用法律解决的呼声，包括联省自治的主张，包括议会政治的可能。在他的字典里，妥协就是背叛，协商就是软弱，唯有他孙中山一人领导的武装统一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和他后来要求党员按指印效忠他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于是这个刚刚获得3亿多人民授权的国会第一大党被自己的领袖拉着走上了武装叛乱的道路。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可是国民党在地方上根本没有什么军事力量，只有寥寥几个都督支持，仓促上阵的讨袁军冷冷清清，几乎不到2个月就全面崩溃。失败的代价是惨重的，国民党被解散，党员被通缉，宪法被破坏，临时约法形同废纸。袁世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向了称帝的道路。后来有评论这样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尽为袁军所消灭，国民党既失其武力，其在议会及舆论之势力亦受压迫，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至此仅存中华民国4字而已。各位请仔细品味这句话的分量，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至此仅存中华民国4字而已。一个国家刚刚建立2年，刚刚有了第1届民选国会，刚刚有了第1个多数党领袖即将出任总理，这一切都在孙中山一意孤行发动的2次革命中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从这一刻起，中国彻底走向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再也没有任何议会可以制衡权力，再也没有任何约法可以保护人民。而后来中国从1913年到1949年长达36年的战乱，本来就有机会避免，本来就有机会透过法律和议会解决，可这个机会被孙中山亲手摧毁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2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同志的不够服从。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大家不服从他孙中山一个人的号令。于是他在1914年7月在东京解散了已经改组为国民党的革命组织，成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华革命党。这个党的章程看了让人不寒而栗。中华革命党的入党仪式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按手指印立下血誓，誓词中明确写出为救中国危亡，整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请各位注意这个字眼，服从孙先生，不是服从党纲，不是服从三民主义，是服从孙先生本人。这已经不是现代政党了，这是传统帮会的血誓投名状，是日本忍者组织才有的个人效忠制度。一个自称为民主革命的政党要求党员按指印效忠领袖本人，这在逻辑上是彻底崩坏的。更荒诞的是，这个党章规定的党员等级制度，凡是在革命军起义之前入党的叫首义党员，未来成为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凡是在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的叫协助党员，未来成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是在革命政府成立之后才入党的叫普通党员，未来成为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分成了3、6、9等的奴隶制度，是按照入党时间算出的封建等级。如果这样的纲领真的实现，中华民国将变成一个由几百个元勋公民世袭统治的家族王朝，这跟他当初痛斥的满清专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这个党章，黄兴这位辛亥革命真正的战场指挥官，那位在武昌前线浴血奋战的革命元老，当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说，革命是为了改良政治，这是个人的天职，不是公司的权利可以相让渡，可以包办的。他不能接受按指印效忠一个人的羞辱。孙中山多次写信苦求黄兴加入，
甚至在亲笔信中说：“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3次之事，现以2年为限，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而任政治之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都没有答应。最后黄兴云游海外，孙中山自己跟一群按了指印的人在东京搞了一个500人不到的小团体，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澜。中华革命党的整个历史从组织形式上看就是一场政治笑话，可这个笑话背后的思想却深深植入了后来中国国民党的基因之中。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1917年，孙中山打着护法的旗号回到广州，召开了一个非常国会，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可这场护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他所要捍卫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是当年他自己急著毁掉、靠武力推翻的那个秩序。1921年，他更进一步，自称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这个非常2字在当时就被讽刺，因为国会议员根本不足法定人数，选举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容易被操纵，连他自己同盟会的元老陈炯明都站出来反对，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当广东的真正实力派陈炯明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认为中国这么大，应该先让各省自治，再透过联邦的方式达成统一，孙中山立刻翻脸。陈炯明主张先建设广东这一个省，把它做成模范省，再以广东为基地慢慢统一全国。他在广东主政期间，禁烟禁赌，整顿吏治，允许女性参政，规定广东省税收的 10% 用作教育经费，甚至搞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县长民选和县议员民选。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宪政实践。本来这是极为务实的路线，可孙中山坚持要立刻北伐，要用武力一举统一全中国，两人最终彻底决裂。1922年3月，陈炯明手下最重要的支持北伐派将领邓铿在广州火车站被刺杀。当时国民党官方一口咬定是陈炯明指使，但近年的史学研究显示，就连当时驻广州的美国副领事和英国总领事都认为，这起刺杀很可能是孙中山一派所为，目的是要削弱陈炯明的力量。邓铿临死前痛心地说：“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在事前通知孙中山的情况下，率粤军包围了越秀山总统府。所谓炮轰总统府这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标签，后来成为国民党党史定性陈炯明叛变的铁证。但根据叛变事件中粤军指挥官的亲口供述，会议中熊略将军主张的是只要把孙中山赶走就好，并不一定要置之死地。叶举甚至在开炮之前派人提前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转达，请孙总统迅速撤离。事后事实也证明，所谓被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孙中山早就化妆成医生跑到永丰舰上去了，那艘永丰舰后来就改名为中山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冲突的本质不是叛变不叛变，而是联邦制与大一统的路线之争，是务实派与偏执狂的对撞。孙中山一生最大的转变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2年。当英美列强拒绝援助他这个没有实际地盘的广州大元帅的时候，苏联派来了人。从1920年到1923年，列宁派人至少11次接触孙中山。一开始，苏联要求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孙中山拒绝了。苏联要求孙中山先承认蒙古独立，孙中山也拒绝了。可随着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陷入绝境，他终于屈服了。1923年1月，他与苏联特使岳飞在上海发表共同宣言，从此走上了联俄容共的不归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被改造为列宁式政党，中央集权，纪律严明，所有的决策权集中在最高领袖手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等人全部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当时的蒋介石刚从苏联访问回来，他亲眼见到了苏联的真相，回来后当面向孙中山警告，苏联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他所讲的和他做的不是一回事。孙中山却说蒋介石小题大做，没有理会。他过于相信自己能驾驭共产党，过于相信自己这个老革命家有足够的威望压住一切。
历史学家辛浩年后来感叹，他以为自己是君子，苏俄和中共也是君子，他不知道你是，他不是啊。联俄容共开启的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悲剧。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组织，借助国民党的旗帜、组织、资源，迅速壮大。在黄埔军校这个由苏联顾问鲍罗廷一手规划的军事学院里，国民党培养出来的军官，竟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解放军的将领，包括林彪、徐向前、陈赓、左权。这些人本来是孙中山亲手批准入学的革命青年，最终却变成了埋葬中华民国的核心力量。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谓的13个代表，到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几乎全部以个人身份进入了国民党的高层机构。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甚至亲自起草了国民党的章程和宣言，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批评派称之为代孙立言，意思是这位苏联顾问已经实质上掌握了孙中山的话语权。更荒诞的是，联俄容共政策的提出根本就违背了孙中山自己一手写下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族、民权、民生，这三项都跟苏联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冲突。孙中山自己后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硬把民族主义扭曲为反帝国主义，把民权主义加上了所谓直接民权的条款，把民生主义转化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重新解释的内容几乎都是按照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代表的需求量身定做的。从本质上看，三民主义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本。等到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病逝，他临终留下的3份遗嘱中，最后一份就是写给苏联的，内容充满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和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中华民国从这一刻起已经被深深植入了列宁主义的基因。后来蒋介石北伐成功，清党剿共，反复内战，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整个过程的种子都是孙中山在1924年亲手种下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继承的恰恰也是孙中山留下的那一套列宁式集权传统，包括以党领国，包括最高领袖凌驾于宪法之上，包括用按指印式的政治忠诚取代法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海峡两岸的2个政权虽然彼此敌对，却可以同时把孙中山供奉为精神祖师，因为他们的政治基因本质上都来自于同一个父亲。国民党的列宁式组织从孙中山1924年的改组开始，共产党的列宁式组织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开始，两者其实是同源不同流的双生子。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当上国父的呢？答案是这样的，蒋介石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需要一个神。1929年6月，国民政府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香山碧云寺迎到南京紫金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奉安大典。从此孙中山被官方塑造为国父，孙中山诞辰被定为国定假日，逝世日被定为植树节，全国各地的车站、学校、政府机关都立起了孙中山的铜像。三民主义被列为大学必修科目，与国文、数学、英文等量齐观。从1929年到1987年戒严解除为止，台湾没有一天不在国父的阴影下生活。国父成为绝对正确的代表，也成为国民党压制反对声音的政治符号。值得一提的是，国父这个称号在孙中山生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他。他活着的时候被称为孙先生、孙总理、孙大元帅、孙总统，但就是没有国父。国父这个称号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称谓，是在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5周年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从此孙中山被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这已经是他死后15年的事情了。一个革命家死后15年才被追封为国父，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称号的构造性，它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它是政治需求的人为产物。而到了海峡对岸，故事更为吊诡。毛泽东在1945年明确指示要善于引用孙中山，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孙中山有联俄容共的历史记录，这正好可以被共产党用来证明自己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人。1956年孙中山90名诞的时候，
毛泽东亲自写下纪念文章，把孙中山称为伟大的革命家。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上，每逢国庆和五一劳动节，都会摆出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一个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人，被共产党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于是一个被2个敌对政权同时供奉的国父，就这样站到了历史的神坛之上。可如果你仔细阅读那些档案，阅读那些被遮蔽的密函、密约、卖国信件、按指印的党章，你会发现这个国父更像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一生追求大一统，可他用武力打掉了中国第一次走向议会民主的机会。他高喊三民主义，可他亲手把列宁主义带进了中国的政治基因。他要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可他至少4次明确表态要把整个东北送给日本。他想做亚洲的伟人，可他临终时遗嘱写给的却是苏联。他活着的时候，黄兴离开了他，章太炎骂过他军阀之一员，陈炯明跟他决裂了。林白水这位北京名记者讽刺他的心肝已经变成木质，讽刺他的广州政府把庄严璀璨的市区变成了恐怖世界。可他死了之后，几乎所有的批评都被消音，所有的污点都被洗白，所有的密函都被宣称是伪造，所有的同志都变成了从属。这就是大一统偏执狂的最终悲剧。他要的是一个由他一人主导的统一中国，他不能容忍任何分权，不能容忍任何联邦，不能容忍任何议会，不能容忍任何党派分立。为了这个执念，他可以放弃领土，放弃主权，放弃民主，放弃昔日的战友，放弃三民主义，放弃自己一切的初衷。他以为自己能在尘埃落定后重新拿回一切，可历史的车轮一旦碾过，再也没人能把碎片拼回去。中华民国的江山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执念中，一片一片被消耗殆尽的。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挂在墙上的那张肖像，请记得，那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家的剪影，那也是一个民族在追求大一统的过程中丢失自由、丢失法治、丢失家园的一个沉重注脚。国父从来不是天生的，国父是后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塑造出来的，而真正的历史往往躲在那些被遗忘的密函背后，等住有心人去翻开。一个一辈子想当华盛顿的人，最后却变成了亚洲版的列宁前夜，这恐怕是孙中山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吧。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台湾的年轻一代逐渐从国父神话中走出来，当校园里的孙中山铜像一座座被搬走，当教科书里的三民主义课程从必修变成选修甚至取消，这些变化并不是对历史的不敬，而是对历史真相的补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需要任何被神化的伟人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中华民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孙中山这个人，而在于台湾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用几十年时间争取来的民主、自由与法治。从美丽岛事件到野百合运动到太阳花学运，这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不是孙中山铺的。可奇怪的是，孙中山的肖像至今仍然悬挂在许多政府机关里，继续占据着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至于海峡对岸那个自称孙中山真正继承人的政权，也应该好好想想，当你们把这位卖国革命家奉为精神祖师，当你们继续用大一统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根基，你们究竟继承的是哪一个孙中山？是那个求官未遂的青年？是那个写信给日本首相要把全中国卖身为日本保护国的流亡者？是那个按指印要求党员效忠的偏执狂？还是那个临终把遗嘱写给苏联的列宁式革命家？无论你选哪一个，恐怕都不是一个民族该骄傲的选择。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当一个人被神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原本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为现实政治提供什么样的合法性。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叫他国父，可他死后被2个政权同时供奉。正是因为他身上同时有着民国的影子和列宁主义的影子，国民党需要他的民国形象，共产党需要他的列宁底色，于是两岸不约而同地把他抬上了神坛。可被抬上神坛的代价是真实历史的彻底失语。那些密函，那些卖国条款，那些被杀死的同志，那些被毁掉的议会制度，全部被神话的光环遮蔽得严严实实。孙中山一生的悲剧
从来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一个没有民主经验的古老帝国，在转型为现代共和国的关键时刻，碰巧由一个对民主没有真实信仰的人来担任象征领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为这个错位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36年军阀混战，8年对日抗战，4年国共内战，几百万人的死亡，几千万人的流离失所，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个1913年3月20日上海北火车站的枪声，追溯到那一刻孙中山一意孤行发动的2次革命，追溯到他那个一生未曾放下的大一统执念。如果历史能够重来，如果1913年的孙中山能够听进黄兴的劝告，能够走议会路线解决宋教仁案，能够让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正常运转下去，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不会有后来的2次革命，也许不会有护法战争，也许不会有联俄容共，也许不会有国共内战，也许今天两岸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里。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孙中山的选择已经做出，这个民族也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要把孙中山打成坏人，而是要看清楚一个民族的偏执狂领袖会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